系统梳理中华文化，给你真正文化自信。现在什么时间了？我敢打赌，你一定看了眼屏幕上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如今要想知道时间，那可太方便了。但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古人，该怎么回答呢？要想立马说出来是有点为难，但通过翻黄历、看日晷、听报时，他们也能说出足够精准的时间。比如至元18年亥月丙辰日4正3刻5分。写的真傻。估计大部分人听到这些都会晕。确实，古人的计时方法跟我们实在太不一样了。但神奇的是，年月日时这4个划分时间的标准却一直被用到现在。这也不奇怪，毕竟在有钟表以前，时间的变化主要就靠天象，而年月日时就是天象的最佳记录方式。寒暑交替可知年，阴晴圆缺可知月，昼夜交替可知日。远古的人们就是靠着天象的变化，第一次找到了最科学的时间标志。作为天文探索之旅的开端，聊天象太复杂，聊宇宙太遥远，那么不妨就从离我们最近的年月日时开始说起吧。这次咱们先聊聊记日法。为什么先讲日呢？要说最明显的天象，应该就是日出日落了。显然，日就是人们最容易认识的时间单位。只有认识了日，才能把日子连续的记下来，才能再去认识各种各样的周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样才算一日呢？原始人类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很自然，从日出到下一次日出，或者从日落到下一次日落，这算是最早的一日了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夏天日出早，冬天日落早，无论日出日落，每天的时刻都是不固定的，以此为每日的标准就很不稳定。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固定的日期分界线，除了日出日落，那就是日中或者夜半了。其实日中也就是正午时刻是挺好找的，太阳影子指向正北时刻就是了。但问题是，这时大家都在活动，有个日期分界就很不方便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吃午饭，吃着吃着突然就第二天了，也是有点奇怪。大家是习惯睡一觉再到第二天，那么很自然，夜半就是最适合的日期分界标志了。你肯定要问了，晚上连太阳影子都没有，夜半时刻不是更难找？其实也不难。古代测夜半主要靠漏壶，西周的漏壶水平就很高了，只要测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刻，或者2次日中时刻，取其中点，就是准确的夜半时刻了。决定好每天的开始，又该怎么记录日子呢？最初大概就是在哪画一条道，或者给绳子打一个结。但日子久了可就不好记了，一堵墙上画的满是道道，谁还数得过来啊？有了文字，那可就简单多了。现在最早的文字是殷商出土的甲骨卜辞，他们用的是干支记日，这是我国独有的记时法。考古甚至发现了连续500多天的干支记日。考虑到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传统文化初学者，这里我得解释下什么叫干支。干是天干，共有10个，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。支是地支，一共12个，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其实天干地支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含义，现在谁也说不清这些名字到底什么意思了。不过后人倒是有许多附会，比如明朝进士万民英说，干由木之干，强而为阳；支由木之支，弱而为阴。这大概就是如今最流行的说法了。无论原意是什么，我们更需要明白的是它们的用法。10天干和12地支依次组合，第一干配第一支，第二干配第二支，到第10个干之后，再用第一干配第11支，第二干配第12支，等到地支也用完了，就用第3干配第1支，就这样循环组成60单位，称为60甲子。如果第一个日子记作甲子日，那第二天就是乙丑日，以此顺推，60甲子周而复始。从鲁隐公3年2月己巳日至今，将近3000年从未间断，这可是人类社会迄今所知的最长的记日文字记载了。然而满60干支就得重复，单凭干支又怎么知道具体是哪天呢？
所以一般古人会标出这天所在月份的第1天的干支，每月第1天叫朔，最后一天叫晦。比如今年10月辛亥朔，就说明10月初1是辛亥日，然后排出一整个月的干支，就能推出这天到底是10月几号了。但如果连朔日的干支都不知道呢，那就得查专门的朔论表了，显然很不方便。至于冥佑，那就更不方便了。其实干支纪日主要还是史官记载时用的，一般常用的还是数字纪日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。比如这份汉代的缔结元年历谱，最上面就记着从初1到30的数字，下面每一行就是每个月在这天对应的干支，另外还加了节气说明，这样一份历谱就相当于一整年的日历了。不过无论是60天一周期还是30天一周期，对日常生活来说还是不大方便，所以古人还有以10天为周期的，叫做1旬。一个月有上旬、中旬、下旬，这种分法从殷商时期就有了。但对于现在来讲，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1周7天的星期。古代的星期制叫七曜制日法，虽说七曜这个词在夏商时期就有了，指的是日月五星这7个星体。东汉的刘宏也做过所谓的七曜术，但这些都是关于天体运行特性的数理天文学内容，并不是拿来记日的。真正的星期制度是2700多年前巴比伦人发明的，他们按月相变化，把28天分成4周，每周7天，日月火水木金土7位星神各主管1天，每天都要祭祀1位星神。后来星期纪日传遍了欧洲，南北朝时更是随着印度佛教的脚步来到中国，被翻译成了七曜值日。此时的七曜术已经带上了浓厚的中亚色彩，在唐朝更是朝着推断吉凶命运的星占学发展。与之同来的还有印度的28宿值日法，以1宿代表1日，28日周而复始。就和七曜一样，虽然中国本土也有28宿，但主要是用作星空坐标，并没有用来记日。等28宿值日和七曜值日都传入中国后，大约晚唐时期，28宿和七曜之间就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固定关系。比如第1宿角宿在五行中对应木，于是角宿就和木曜对应，以此类推，亢对金，地对土，28宿刚好对应4个七曜周期。后来又有人把中国本土的28禽也加上去了。早在战国时期，古人把顺应阴阳的动物与12地支相配，每支3禽，一共36禽。后来又从8支中各去掉了1禽，变成了28禽，加到刚才的28宿和七曜后面。这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眼熟？这不就是《西游记》中化身黄袍怪为难唐僧师徒的奎木狼吗？这不就是只叫了2声就吓死蝎子精的老日鸡吗？没错，那些频繁出现在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中的28星宿神将，就是以这28星禽为原型的。不过28星禽的主要功用并不是编神话写小说，受佛教心命之说的影响，28宿被赋予了不同的吉凶寓意，人们更喜欢拿它们来占卜，28星禽术也由此诞生。宋代的星禽术尤其流行，元代改名眼禽之后继续流行，后来就完全融在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中。不对，我刚才不是讲计时吗？怎么感觉跑题了呢？没错，原先就带有宗教神话色彩的星期制度，在中国已经几乎演化成了占卜之术，谁还记得它还有个7天1周的计时功能呢？再说了，中国古代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天文历法了，10天1旬的周期也够用了，再来个7天1周也没多大意义。不过七曜值日倒是传到了日本和韩国，直到现在他们还采用1周7曜日的说法，而中国则是到了民国时期才与世界接轨，正式采用了这个更适合现代城市生活的星期制度。另外我想再介绍种天文学里很流行的记日法。1583年，法国学者斯嘉丽节创立了一种不间断的记日制度，称作儒略日，代号 JD。 他把公元前4713年1月1日中午12点作为起点，每过1天就加1，
虽然有个所谓的以7980年为一总的儒略周期，但实际使用时完全不用考虑年月的关系，只需要日复一日的连续记录下去就行。现在已经加到2459000多天了。由于数字位数太多，后来又出现了简化的儒略日，只要把数字减去240万点5，看起来就短多了。有了儒略日，就能方便的转换历史上各种不同历法的日期，还能快速算出相隔好多年的2天之间的天数，所以非常受天文学家欢迎。现在你也能看到这超长的像代码一样的天文数字了。好，最后送上今天的记日法笔记，我们下期再来聊记月法吧。我是国风学子木子欣，记得关注，一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